好梦影院，西辉市最热门的虚拟娱乐胜地，只需一套 VR 终端，随时随地进入你最喜欢的作品世界，和原剧角色沉浸式互动。设定由官方授权，免除 OOC 困扰，任选你想带入的角色，体验关键情节，创造独属回忆。女人，你是我的了。好梦影院，今夜你想成为谁？下次我还要2刷。好梦影院，西辉市最热门的虚拟娱乐胜地。你好，结账。好，暂停营业了，为什么呀？没看新闻呢，好梦影院发生命案了。命案？你们不都是虚拟体验吗？用户体验的过程中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凶杀案，都在骂我们魔改剧情呢。你的意思是，这些案件是原始剧情里面没有的？是啊，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bug。据我所知，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应该是数据库里的原始剧本被篡改了。可以啊，那么懂，资深技术宅啊。不瞒您说，探案我也略懂一些，你们需要帮忙吗？那我得问问我老板啊。哎，对了，该怎么称呼你啊？嘿嘿嘿侦探社，程序员。里面的情况不太明朗，最好能有一个虚拟角色做帮手。他需要值得信任，有正义感，最好还是个侦探。走你！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Mango TV 同步收看。更多福利线索，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在超级现场解锁签名照、演唱会入场券。请进。苍河你好。你好，是有什么事要委托我吗？准确的来说是一个邀请，我希望您能跟我一起搭档探案。你也是侦探？可以这么说吧，但是这回的案件比较特殊，
我暂时没有办法跟你说太多，但是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相信你？侦探之间的默契吧。你同意了吗？带路吧，搭档。请。哎，这是什么地方？现在我需要把跟案件相关的人员都召唤出来。我相信你和他们都需要一个解释。一下。看一看，又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哇！三文鱼，挪威三文鱼，我就知道是我最喜欢吃的三文鱼。现在不能吃，你现在吃不好，对你这么待会儿再吃，这还没到饭点，还没到饭点呢，回笼子里，回笼子里，不能现在吃啊！你把当先吃了。蓉儿，喜欢你太多太多。我也是。你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我说，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你喜欢我有多少，我就有多少。不，我比你还要多。不，你不可能比我多，因为我的爱已经满了。如果你满了，那我就会像这片大海一样，都要满出来了。哎，门开了。怎么会门开了？我们要不要去看看？走。这个门怎么开了？哎，有道光在闪。这是什么？哎呦喂，嚯，这什么意思啊？你看，这什么地方？快来快来！这是电影博物馆吗？哎，来了！哇，这好亮啊，比我们焰火阵还亮啊！好亮，好刺眼！哎，又来了！哎，别从门缝里看人啊，把人看扁了！快出来！哎，我这盒饭呢？哎呦哎呦，还有盒饭怎么还没送到啊？我这盒饭呢？这是哪儿啊？你是谁呀？都是谁呀？哎，这还敲门，真有礼貌。哎，你们俩这是什么地方？他俩在一个屋出来的。您怎么还有对联啊？这对联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那儿都这么穿的。哇，金灿灿！你们好，你们好，这是什么地方？大家都薄超了啊！真的吗？我这是口音就上来了，我这一看就是口音，风起云涌。大家都薄超了，请我说啊！啊，你也是啊。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呢，可能有一点难以置信。这里是好梦影院原始数据库的登录大厅，数据。你们是来自不同影片世界的角色。我呢，就是 bug 不知道是啥了吧？
大哥呀，爸爸的哥哥，爸爸舅舅，不是大爷哦，你大爷来了，大哥来了，你大爷来了，我就是bug见我瑟瑟发抖，凶手见我主动自首，嘿嘿嘿侦探社的成员陈旭元。哦，陈旭元来了，大名鼎鼎吧？这个我是来这里调查的。为什么要把大家召集过来呢？是因为在大家的影片的世界里出现了原本的数据中没有的凶杀案，所以我把大家召集过来一起进行调查。bug 呢，有可能是系统遭受到攻击所造成的。攻击？所以我还在系统中邀请了一位侦探的搭档，介绍一下自己。哇，好美丽的女士！大家好，以细腻破迷局，以果决辨真伪。女性的直觉从来没有短板。我就是来自乌城的侦探，我叫苍河。所以这位是您邀请过来的系统里的助手。系统里的助手，我是来自现实世界的。明白了，这个逻辑就是你是现实的，我们所有人是角色，都是角色的。但是呢，因为这位是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他是个侦探，所以他可以跟你虚实配合。是啊，那你不应该进来到我们这里，你是个真人，你应该出去啊，调查我们虚拟是不是？你怎么跟数据站在一起了？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你人还是有点边界感，你还是我们是一起的。那你们玩吧。别走，别走，给侦探逼走了。好，所以这位是你绝对信任的人，是不是？对，因为你认识他。那因为我是他的粉丝。那我其实也很想知道你们是谁耶。这些好看的角色，你们两个最好看，你们俩先说呗。哎呦，金光闪闪的，跟吊灯似的。哇，你们两个是一对儿吧？刚看出来呀。哎呀，我还以为参加他婚礼了呢，给我整了。啥来呀这俩？哎呀，女士先来，最漂亮的先来。注意看，我叫小美，这位叫小帅。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不，这位不叫小帅，他是我的梦中情人，也是我的爱人。我呢，就是海珠路管理制造局的负责人，我叫荣小美。荣小美，名字太凶，令路人腿软样子太帅，令女孩心颤。你值得更好的，但你得不到最好的。哎呦，因为最好的已经归他了。他在夸自己。我是望潮峪首富的儿子啊，真有钱，不灵不灵的。我就是荣小美的爱人，我叫做何丧彪。丧彪啊，大彪子来了，彪哥。我天！小美不爱小帅，小美爱丧彪。我就是数学难题做不够，带娃带的够了的，知名东北2人转说唱艺术家刘老根的弟弟，我叫刘老爸。I'm single 老根，single 老根来了，single 老根。我是一个盲城的数学老师。幸亏，数学老师，这个数学老师一看就是正经，不给人吃药的那种老师。这是好药啊！那我就发言了啊，扁桃体发言吧。我跳预言家，我就是全场唯一真预言家。我是焰火镇最后一个童子，真童子。哎呀，我就是干饭王。干饭王。手心里的肉换成卡路里，3文鱼融化在嘴里。好美丽。哎，我以前是一个调香师，现在我就是康康吃，他是我的饲养员。
有，对我就是大说唱，大家听我唱，来，请问这是什么音？这是他爱我的原因。哎呀，是的，我就是那个最纯情的 rapper 大说唱。听，这是什么声音？这是我们乐队的贝斯听，这是什么声音？这你乐队架个鼓这是我们乐队主唱听，这是什么声音？这是我在打鼓。我们是黄金沙漠最燥的摇滚乐队默木乐队。妈妈来了，默木乐队，莫名其妙哦，你来自黄金沙漠，我来自黄金沙漠。好，那大家都做完自我介绍了，对吧？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系统正遭受恶意攻击，系统正遭受恶意攻击。系统成功拦截恶意攻击9999次，现在已恢复正常。此次攻击影响刚刚到达的7位角色。登录大厅前24小时的记忆数据已丢失。待会儿再吃，就会像这片大海一样。看样子啊，这个系统又被攻击了。所以我们得赶紧找出 bug 的原因。好，那接下来我先请我的这个螃蟹助手去查一下攻击的源头。他说的是螃蟹啊，我不是，我得这啥？还有另外一个，不是另外的螃蟹助手啊，去查一下那个源头。那接下来咱们就去这个不同的空间去搜证。我们先去能量补给站补给一下吧。Yes， 然后顺便抽一下我们今天的投票的顺序。走吧，快来快来！今天这么多人，投票都得投一阵子。外星人，喂 WC 水一喝到底，大侦探所向披靡。请一起来一瓶外星人 WC 水，干杯畅饮后念出 WC 口令，即可抽取 WC 守护者解锁独家3艘资格。WC 口令是：满足每日100%WC， 就喝外星人 WC 水。好嘞，再次考。亮了，我就不先抽了，我害怕。这么多，好号。我要先去。好样的，好样的！你看看，二也不错呀，二也不错。我怎么永远特别靠后？哇！几啊？6、8是最后吗？我有9个人。4。行，我是第5，我是第3。5，可以。最后好运气，好棒！来吧，我们去搜证吧。搜证吧。谢谢雷先生 ，Let's go。接下来我们分成4组，好的，去不同的地方搜证。他们俩一组，对，你们俩一组，他们仨一组。我们去焰火镇，走。这个盲城。哇！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单亲爸爸的故事。刘老爸，爸爸，不是说了吗？别每次都接我们放学，丢人。儿，这次数学考试多少分啊？你猜？80。低了。90。还是低了。难道是100分？差不多吧。你怎么不告诉他到底多少分？51。你怎么骗人？这有什么可笑的？没有啊，老师教了，4舍5入嘛。
系统错误检测到幸福大院3栋北户出现了非正常的死亡，甄老师死了。当前时间是7月6号8点半。北户，他家是北户，没明白，刘老爸他就给人老师杀了，因为程序乱了。哎呦！嘿，就说嘛。他现在唇红齿白的，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特征，这也没有表现他有什么异常啊。他就是睡着睡着，哦，死了。哟，这个是有用的。哎呦，真是甄老师。刘小妹喜欢吃糖，开心的时候会唱歌，不喜欢数学，经常跟爸爸吵架。刘大儿喜欢踢足球，不喜欢数学。刘老爸单亲呢，爸爸老逼着做数学。哦，很奇怪啊，说人家爸爸做饭不好吃，你是吃过还是怎么？还蛐蛐人一句。不是，他研究人家孩子干嘛？你说的对了，研究别人家孩子就是有问题。弹珠，刘老爸诲人不倦，深受爱戴拥护，他是优秀教师。10万个带娃为什么？人类幼崽说明书，你的育儿指南请签收。这么努力的爸爸呀，就是说养育是吧？说养育还行。咋教小孩儿？嗯。咦？这个箱子，箱子没有钥匙。刘大儿，作业本。我爸爸是一名体育老师。我是一个盲城的数学老师。对。每次开运动会的时候，爸爸都穿运动服站在操场上，哨子一吹，所有人听他的话。我觉得爸爸好威风啊！我什么时候变成体育老师？哎哦，他说我什么时候变成体育老师了？孩子不想承认他是那个数学老师吧？他就是让孩子觉得他才更像爸爸，他们想要一个这样的爸爸，然后他就动了杀机，他就把他给杀了。统一入户大门，左右2户独立，这个是北户，然后这儿属于公共那个，不可能，这是一个屋啊，这是咱们现在在南户里。这是外窗，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公共通道在哪儿？公共通道是这儿，对，是这儿。就是说，咱就是说这白，对，这儿是公共通道，这个意思。微缩版。哎呦，还是你厉害。这个是通风窗口，请勿堆放，然而他却堆放煤球。煤气中毒死了呗，就这意思，是不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扎他，对，行了，破案了 ，yes。下班。看看这个吧，这个是工具，这个是小时候有这玩意儿。对，蜂窝煤，我们家以前有这个啊。这是碎的。都是一个白，等于他把这个放在这儿，这个窗户打开一点儿，等于让他闻见了一些是不是不好的气体？不对呀，煤气中毒不应该通风啊。这屋是新跟大出来的房间。哇！结束我的生命吧，趁我还没有变成异怪。大说唱。给套麻袋里了。傻瓜，
我可是答应了要养你的。哎，啊！你说话算话！我发誓，一定会让你变回原来的样子。呀，但是你看他脖子，对，有点变异了。哦，他其实已经变异。这个女友有点冷啊。现在出现非正常死亡剧真邻居，时间是1月12日10:45。我告诉你，里边肯定有吓人的。小心啊，这里边绝对有那个。刚才你听见声了？搜证搜证啊，别整那些没有用的啊。这么大啊，这里头真是个公寓。往里走吧，打仗这儿确定没东西了吗？这是锁着的。你过去之后，他开。你让他先探完路再去吧。告诉你，一会儿这儿容易出人。就是谁说得出人的？真医药科，邻居医药科，麦德森医药公司有钥匙。102，咋死的？哎呦，可能啐头上了，可能碎了，就是。不是他喝了毒上头水吧？有毒的话，他手指头有任何手指头没问题啊。哦，这个上头水，这在这儿买的。俄信，他买了7瓶上头水，喝了1瓶。他这明显你看自己在这儿起开的，对吧？对啊。地上是水还是上头水？本设备可检测物品是否含有药物及药物性质。有吗？有显示出来的东西吗？有毒。哎，毒性质遇水后挥发气体，啥意思啊？遇水后挥发性质，那这个毒物应该是个固体物，对吧？检测的这上头水。哎，再开一瓶看看里边还有没有毒啊？开一个新的。无啊，这里是无，那他怎么给下了毒呢？那说明他不是在上头水下的。对。那去那屋看看，跟大要钥匙。走啊，走啊，走，还让我先啊？这样，我拿着这个，他一出来就蒙在头上。这屋里就没有那个怪异的那一套，这家伙整的给我这吓的。Mr. Big， 大老师，大老师，哎呦喂，吓死我了！101的钥匙在吗？在的，给我。什么就给你啊？借我。什么态度啊？什么态度？再等30分钟。给你。哎，挡了个挡，来拿走吧。对，没事儿。
这能有啥事儿？看你们胆儿小呢。每回看完这个蜻蜓之后，我就跟你去吃饭约会，就是循环的爱。先看冰箱，哎呦，哦，全是给就是为他那个异怪是馒头加咸菜啊，这都是咸菜，咸菜没有肉，下面全是肉。啊，上边是他自己吃的，下边是给孕妇。哎，这儿有封信，这个。哎，又有一把钥匙，102，这又有一把102的钥匙，所以是一个什么 bug 点吗？故事已经改变了。哎，这个能不能？这可以进哈，确定可以进哈。哎呦，应该就是给信的屋。这整的挺那啥呀，睡觉还得弄笼子啊。哟，还拼这个。哎，这个啥意思？哦，这个是我来，我念一下啊。大在外奔波，常记挂着我，早为我准备好的外星人维 C 水和解闷的华容道，多亏爱丽丝屯张贼帅研发的小救水，满足每日100%维 C， 状态好了，等他回来的日子也不那么难熬了。解锁这份专属组合，就能打开属于我的小秘密了。哦，一个小漫画。生肉我爱吃，维 C 水我爱喝，但它看起来更美味。黄金沙漠，哇！好鼓手张，你相信我吗？两个人踏上了穿越黄金沙漠的寻梦门程，开始倾听这片废土的节拍。哦，是好把张带出来的。废土节拍。哦，系统错误检测到黄金沙漠默木之声演出现场的房车内出现非正常死亡的角色真贝斯。2066年12月1号下午的14点25分。哇！舞台耶！慢点。这个什么东西？哇，它能发出声音哎！哇，好帅！哎，来，不谈恋爱，只专心搜证。哦，默木之声，鼓手是张，对，主唱真贝斯，检测到非正常死亡的角色。他们要在今天的14点30分，在这个火焰镇进行巡演。哎呀，慢点，那里死了一个人啊！真贝斯死了。所以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凶手吗？因为我们也不可能穿越到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来杀人，那不就是他干的吗？
比如说像我们俩那个空间，如果有一个死人，还有可能是你或者我。但你不可能是找这个杀这个人的凶手呀？那是找什么？就每个空间都有死的人，对，要找那个卡 bug 的人。bug 呢，有可能是系统遭受到攻击所造成的，应该是。哦，那我们先看案发现场吧。好。哎，你是什么？布米吗？布米。布米吗？我在。有任何需要喊他的名字？布米。Hello， 我是布米，你们的专属智能好玩伴。你的声音好可爱呀，布米。演出前1小时，现场排报检查，房车排报于演出前1小时排报检查结束，14点20分，1人进入房车，随后发生爆炸，我进去灭了火，发现一具尸体，此后无人进入。14点20分有一个人进来了，但他没有说出去。对，那有一个人进来，是不是就死者进来呀？我们给他翻过来吧。好。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呦！你看，有炸伤的痕迹。感觉就是被炸死的哈。可是演出前1小时不是防爆检查过了吗？哎，周围有一些烟灰，你看。对对对，有烟灰，对，他在抽烟。还有炸掉的打火机。这是啥呢？哎，一个桶。垃圾桶吗？上面还有点沙子，刚才你倒出来的时候。像是被炸过的一个桶。香烟入框，香烟入框，垃圾入篓。这就是这个篓是固定的，他知道他有抽烟的习惯，所以在这里面只要做了什么装置，然后他一点烟，对，就会炸，就会爆了。那就是谁知道他要抽烟，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们团队的人应该会知道吧，这个习惯。先看一下这外面，我们找找看有没有别的线索。哦呦，有个包包。外面夸你几句，真把自己当腕儿了。张说：“我没呀，别装傻。传言是你放出去的吗？不利于团结的话我不说。你鼓槌一抡，底下全在喊你名字。我站旁边贝斯弹给谁听？无言以对。”哦，就是张跟真的矛盾。对。来吧。哇。10年前，单剑童子的秘密被揭开，人们渐渐遗忘了这建立在牺牲之上的信仰。我说，要不然我们就回去吧，这里有些怪怪的。胆小鬼，那我们自己去。他好酷啊！如今想要解决，只能去寻找当年的童子。焰火鬼坛，系统错误，检测到。在童子殿内出现非正常死亡的角色甄教授。当前时间2016年4月27日16点。哦，开了。哎呦呵！寻不见娇媚香，空里东西心发慌。心发慌。一转头空荡荡。他就什么？贴在你背上。哎呦！
哎呦，太吓人了！公告牌：本店常年废弃，电路已损坏，如遇电压不稳，请将电闸关闭后重新开启。电闸在哪里啊？有电闸吗？那，重新开启，应该灯就亮了吧？哎呦妈！妈呀，这柜子还会动？这柜子不是你撞的吧？不是。哎，太吓人了！这个人叫甄教授是吗？看一下伤口吧。哎呦，他这后面很大一块裂口。来看看，这伤口巨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钝器弄的吗？刚才我们看到的主要人物就是有一个熏童子和甄教授。哎，这是个窗子啊！这符号哎，什么意思呢？这有个监控，把它拿下来。把监控拿下来。对，上面应该有一个卡，肯定是有卡。你够不着吗？你怎么会够不着呢？我能够着，我只是想够得从容优雅一些。你跳一下，它就拿下来了，万一不是他要取那个卡，肯定是。是吸在上面的吗？不是啊，那我错怪你了。我以为是吸在上面一跳就能拿下来呢。哎，有了，快来看视频。嗯，有人背着他进来。就没了。没了。他是15:30是吧？他背了一个人进来，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因为帽子被遮着，看不到脸，对吧？是的。看这裤子是他。是这样看的，是他的。我们进来是16点吗？嗯，就是等于说这个摄像头一直拍到我们进来，对，一直拍。这个人都没有出去过。从哪儿走了？这是熏童子。就有一个甄教授的名片，写了一个骗子。骗子？嗯，说甄教授是个骗子，可能是吧。走。进入这部影片。海珠露，海珠饮有100%海珠露精华提炼，不含一滴水，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女性走出家门，开始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而我是海珠露制造局的负责人，全岛的希望。然而，我知道我的美貌总会引发不必要的欲望。哎呦我，小美，你没事吧？不，你是何丧彪的护卫。何丧彪的护卫，想要守护的只有你。放肆！一介下人，竟敢动我的女人！这是对不起，是小人僭越了。哇，三角恋啊！小美不爱小帅，小美爱丧彪。哎，系统错误检测到望潮屿海边出现非正常死亡角色，他叫真卡拉蜜。
当前时间1020年的9月1日中午11点，我们 OK。哎，真卡拉蜜在那儿，真卡拉蜜。你真是个卡拉蜜啊！你哦呦，被一箭戳心。他是贯穿伤吧？翻过来吧。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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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翻个身儿。这穿了，对吧？这应该感觉像是被什么弓箭或者什么一枪毙命的子弹。这儿应该只有箭吧，弓箭吧。看一看，丧彪，望潮屿首富。我是望潮屿首富的儿子。哎，这儿有一个带锁的。护卫。看一看绒的生产海珠露也是在这儿。使用说明：高温火备，可以铸造兵器，都是冷兵器。对啊。任命书：熊小美，高温火备海珠露，任命负责人。他把海珠露的改良方式就是高温火备嘛。这儿还有个小袋子、小锦囊，给。东厂，哎，这东厂特供就是东厂来的，就是东厂。这香包为什么会在这儿呢？好，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一搜，接下来谁搜的老爸当家？我们来，开始了，故事一开始 ，Story One， 老爸组，老爸当家。还有这个，当前时间是7月6号8点半，幸福大院3栋北户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姓名叫甄老师。3栋北户。对，他就是这样躺着，也没什么异常，身上也没有血，也没有眼儿什么的。但是说嘴唇就是说特别鲜红，特别樱桃红。死在睡梦中了。哦，这就是夜班那事儿啊。甄老师135值夜班，他夜班就说明他刚下班。现在是6号的早上8点半，他得回来睡觉，得补觉，对不对？嗯，就是这意思。他得趁他睡觉的时候动手。你看他凌晨4点下班嘛，所以他就是4点到8点半死了。就是甄老师的笔记，来您说。甄老师的笔记，首先第一页是他研究你女儿。1，你女儿喜欢吃糖；2，喜欢玩跳房子；3，开心的时候会唱歌；4，喜欢穿粉色的衣服；5，不喜欢数学；6，经常和你吵架。然后这个刘大儿等于是研究你儿子，喜欢玩玻璃弹珠，喜欢骑自行车，喜欢踢球，就是不喜欢数学。然后甄老师还观察刘老爸，单亲爸爸，做饭不好吃，老逼着孩子做数学卷子，作息规律，这是你夸一句，为什么呢？作息很规律，就是说明他观察我，就比如说每天晚上几点睡几点起。那因为我本身是个老师，我作息规律很正常的，因为每天一早要去上班，然后下了班回来可能改改卷子什么就睡觉了。不是，你知道他们家那谁记录你？对，他研究你。
没有，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我2个孩子，分别是10岁跟12岁。就是W255年5月，就是大概2个月前，我北户呢就搬过来了甄老师。然后因为在一个学校教书嘛，我们2个有时候就总一起上下班。然后我们2个都是老师，挺有话题的，我们2个其实都是挺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我跟我2个孩子，我们最大的矛盾可能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学习成绩确实有点太大的问题了。然后我们平时可能也会让他们，比如说好好学习啊，好好上课，但是我觉得没有到说这种什么吵架，或者说完全漠不关心他们。对，我还算是一个很称职慎责的一个父亲。谁信呢？他们打那卷子就是故意，就叛逆，就根本就不想，就是想气你。刘大儿、刘小妹，全是笑话。你看，小明口袋里有5个冰糖、4个棉花糖、2个棒棒糖。今天小明吃了2个冰糖、3个棉花糖、1个棒棒糖。现在说明小明有什么？有蛀牙。对的呀，对呀，这没问题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没问题啊。好多都是这样，什么我比6多4，那么我是什么兔子，对不对？这好对呀，好可爱呀！我喜欢下面这个。现在要移动3个小图片，让这个三角形变成倒三角形，你会吗？我会。啊，然后因为你那个墙上全是奖状，感觉你特别要面儿。刘老爸他是优秀教师，然后你们家孩子如果数学不好，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那不是你想嘛，就是像一个数学很好的一个父亲，我平时在家肯定是觉得教的更多可能是数学嘛，但是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是他们2个好像在数学这件事情上呢，就完全没有任何一丁点遗传到我的聪明才智跟基因。有没有可能不是你的孩子呢？不是你的孩子呢？哦，我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又觉得他俩是在故意气我，因为我觉得题能达成这个份上，他不是答错，很幽默，他是幽默，很幽默。就是当你所有的题全部对的时候，就说明你是故意躲着答案，说明你是全会的。行，反正就是说他们家一家子都特别好笑，然后作业本刘大儿。伤心的时刻就要来了啊！眼泪。他说：“我的爸爸是一名体育老师啊。”每次开运动会的时候，爸爸穿着运动服站在操场上，哨子一吹，所有人都要听他的话。我觉得我爸好威风啊！我爱我的爸爸，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然后底下写一个：我什么时候变成教体育的？这样的一回事儿，我儿子呢，会平时都51分，这突然有一个写了优加的作文，我觉得那是不是开了窍了？我说我就看看吧。结果我一看，我就发现，在我孩子的那个眼里边，他的父亲好像变成了这个教体育的甄老师。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很奇怪，我也搞不懂，就是我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再看看女儿，您看您女儿写的，哦，哎呦，刘小妹的笔记，猜一猜吧，咱都不用打开，就是说她又不喜欢她爸了。真希望隔壁的那位甄叔叔是我的爸。他每天都会带着我和哥哥玩，不像那个老登，只会让我做卷子。老登就是，哎，这也太难过了。对，我说他们2个为什么每天不叫我爸爸，后来开始管我叫爹了。他们2个可能觉得我爹味儿很重。哎，然后哎，咱们看下一个，哎，女儿说。爸爸为什么不让我碰他的柜子？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他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是一个带锁头的小箱子吗？对对，那个其实是里边有一些暂时还不想让他们这么小就知道的一些事情啊。哎，但这个比较关键啊。什么？招财树。哎。芒城到芒山，4月26，今天7月6号，可是这个
这个是在3个月前。蝴蝶，你去芒山干嘛？我就是突然做了一个梦，就是我梦见了这个小彩蝶，对，蝴蝶 butter， 梦见了彩蝶啊。然后因为这彩蝶就在我梦里边一直往芒山飞，然后我就买了张车票去芒山。第二天4月26号你就买了一个车票，对。然后但是我确实到了芒山之后呢，我发现了一些事情，我也见到了我的几位故人。咦，去酒罐、浆糊，这是啥呢？啊，纸。我们发现了一个浆糊，还有几张这种纸。这我也不知道这是啥。你不说，我们可以。不，这个他就不知道，因为他有24小时失忆嘛。对啊，我这真不知道是啥。来，您说这个。幸福大楼卫生班表，7月5号5点半郝慧嫂来过。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时间点，他每天会差不多比如说从5点到5点半都会有人来巡逻打扫，然后6点、7点、8点、9点都会有人来巡逻，然后在今天是5点到5点半，这个郝慧嫂也来了，然后6点也来人了，7点也来人了，8点也来人了，后面还没发生。对，7月6号，这个外卖看一下吧，这上面有日期啊。这个是每天6点半会有人到这个家来送报纸，然后7点半来送这个吃的。吃的还没吃呢，就是说他这个报纸还有这个吃的还是新的呢，没动过。然后就到了，我觉得可能是跟案发现场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啊。首先是它这个格局，我们先看这个格局吧。北户就是死者待的这个地方，这个空间小。这个唯一的窗户，它那过道。北户的窗户对着过道，然后我们南户的窗户对着窗外。对。然后中间有一个通道，这里是有一些我们自己觉得说应该是作案的工具啊。就是这个东西，有2个水壶，这个已经是烧透了的，然后这里边的碳完完全全都已经是烧过的，对，那蜂窝煤被烧过了，就是煤气中毒感觉。然后找到了这个东西啊，这个窗户这里是开的。你们俩的意思是，他们其实是在那个楼道里面放了毒吗？对，因为楼道原则上是不能放杂物的，就是在刚刚通风口的下面。但是它现在这个通风道，它应该是通风的呀。就是正好那个浆糊，所以那浆糊就有用了。等于说，就是我们猜测这个浆糊是用来通风口的。你是看见那个窗户上有浆糊了吗？对呀，这就是浆糊印儿啊。对，有那个纸边上封上了。哦。他如果把入户大门关上，自己家门关上，然后真又关了自己的门的话，通风窗底下的一氧化碳就全部会进到北户的空间里面，就能给他煤气中毒。对，哦，一氧化碳，看见这个就知道了。是这样的，一氧化碳中毒又叫玫瑰死。为什么叫玫瑰死？是因为他的嘴唇会呈现成玫瑰色。但因为它都是密闭的嘛，然后它后面陆陆续续又来人了，就可以锁它前面那个死亡的时间线嘛。然后呢，真还上夜班，然后上班和下班就大概就15分钟路程。懂了。但是因为失忆了，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感觉要杀这么一位甄老师哈。对。我没有指向是我干的呀，也没有指向是您干的，因为那个箱子没打开，没有钥匙。对，好，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什么？我们可以啊，好，我们看的是焰火鬼谈。焰火鬼谈。哎呦，我们进入房间的时间是2016年4月27日的16点。房间里发现非正常的死亡角色是甄教授。这个头皮其实挺大一块掉了的感觉，磕掉一大块。他的鞋底，他身上没有其他东西了吗？鞋底有泥土。这泥土从何而来的呢？泥土应该就是说他从门口进来的啊。哎，这个善见祠堂，你看这外面是泥土，看到了吗？然后这有一个门，是他唯一的门，然后这边是他唯一的窗，就是这个窗。但那个小窗的旁边是悬崖。然后大家记住这个图标，就是但是具体是什么，等会儿大家就知道了。然后这个是发现熏童子的空间里发现了一个甄教授是个骗子，他觉得甄教授是个骗子。对，熏，你有故事要讲吗？就是2016年4月18日，然后我收到了就是这个甄教授给我寄的信，说焰火镇童子殿发生了很多怪异的事件。童子殿其实我是非常熟的这个地方，然后我现在最近我只是不在这儿，但是他说有怪异灵异的事件，我觉得这个不可能。所以他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是骗子。哦，他跟你说这里有灵异事件？对，他让我赶快回去帮他。啊，你帮他？他后来呢给我发了一段视频。你去拜的时候，一直就有鬼就出来吓唬人。我一看这视频，我说：“哎，确实啊，这地儿怎么有灵异事件了？”作为这个焰火镇最后一个童子，我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必须要回去看看。然后我带回就好，不用这么大义凛然的感觉，就是感觉老高尚了啊。对，你回去了吗 ？OK， 好。这是谁问的？是我。就是那天我就到这儿，我就问了一下，那个童子殿上，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灵异事件到底是真的吗？确定的，是肯定的，对不对？那就说明确实是有。对，真的啊。这有一个斩灵剑，你就寻短见了啊！我就要拿斩灵剑。哦，结果嘞？结果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让我把这个斩灵剑掰碎了。你自己掰的？对，劲儿挺大呀。能掰断剑呢？这也是有一种就是能力嘛，超能力。不是你一直在夸大自己的能力？对，没有人在乎，而自个儿特别那种自豪。但是这个斩灵剑可是有独特 logo 的。蝴蝶，蝴蝶，我是你爹，我是你爹。这个就是决定要去斩了啊！然后呢，就在斩的前一天晚上，我睡觉啊，在这个梦里，4月25号的晚上，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了一只彩蝶，彩蝶来了，我突然间我就觉得不想斩了，梦见彩蝶了，啊，他就把剑掰断了。然后我们就这个发现这有一个监控，有一个监控拍到的，15点的时候，2个小孩来打扫来了。5分钟出去了。背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背着一个人进来了，
然后一直到我们进来，再也没出去过。这人没出去过。哎，这俩人都没出去。对，一个死那儿了。那另外的那个人呢？不知道去哪儿。甄教授是不能走路的，这还有轮椅。这个轮椅是推谁用的呀？甄教授啊。那他是不是本来腿脚就不好呀？那动画片上他不是坐的轮椅吗？是个残疾。那他脚上为啥有泥？对啊，对啊，所以他为什么？对。然后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哎，童子殿我们打扫干净了，甄教授说 OK。这张图很关键，是刚才童子们打扫干净了之后的样子。但16点进去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多了哪些东西？多了一个垫子，桌上的烛台和尸体。对，是的。哎，你看这个，这有个符号哎。这儿你看，这儿都有。然后你看这上面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都有这个标。这个也有一个。然后这个垫子，然后这窗子上也有。然后这有一个火盆，烧过的一些灰，这里的灰都没有到啊。对，火盆里面有被烧过的东西。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人背一堆东西进去，对不对？对。对呀。之前我们想的是，就是说进来了2个人，没有人出去，所以我们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视频，你们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视频有一个诡异的地方，就是它没有露出一点点人体的特征。人体。暂停一下，然后你再稍微往前一点，看看脚底下。好，脚底下是完全悬空的啊。它就是晃着的感觉，根本没有脚。就背着它，其实不一定是个人。所以我们又检查了一下祠堂多出来的这些东西，然后做了一下拼接，我们发现这2个东西可以拼成2个长条，这4个烛台可以拼成2条腿，然后多了一个躯体，多了一个头。懂了哦，背进来了。对，但这些东西怎么能固定在一起呢？它可以塞在衣服里，就是衣服底下打一个结。哦。那你的意思是背进来的是这些烛台，那背的那个人呢？那个人是谁？背的人就是他本人。那人不是不能动吗？所以疑点就在这里。那他干嘛要运这个东西啊？我认为他应该是要完成这个仪式。哎，这不是有东西吗？重生仪式。遂替我之骸，焚就我之衣，引新我灵视，新我忌惮，迎风吸纳，自然灵犀，方正仪式圆满。这个图标就是重生仪式的符号。哎，就是说带有这个符号的都是重生仪式的道具。那个仪式上明确写的是，一个是用的岁，一个是用的焚。遂替我之骸，这个我认为他应该是有一个替身的。然后把它给碎尸万段。对，也等于说他把这个东西可以替代它，对不对？然后焚就我之衣，就是他披进来那个黑帽子，就烧掉了。把那个烧了，对。然后最后他说要迎风吸纳，自然灵犀，就不有个小窗吗？所以那个小窗应该也是这个重生仪式的一部分。真是死在窗边吗？窗边的。所以，如果他是站在这里迎风吸纳灵气的时候，被钝器所伤，然后倒在这里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是的，也就是凶手不需要进到这个大殿，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子把它推倒。对。那个人怎么悬空啊？对啊，他在悬崖上怎么？所以我怀疑他要么就是在这个侧面，要么就是在房顶藏起来。侧面能站人吗？
这边是完全不能的，但是这个房间的背后是有一点路的。但是那个房间的背后离那个窗户，它得这样推。他如果在背面就这样在那个窗户，对，我觉得下一下就啪。下一下他没有办法保证这个人一定能摔倒，然后还是得重力推他一下，对，或者是砸他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是站在这里迎风吸纳灵气，他是怎么站起来的？他装残疾，或者是说他是不是被治好了？但他为什么要重生呢？不是，他是做这个仪式骗别人，让别人相信说我做了个重生仪式。你想想看，他原来是一个不能行走的人，但是通过这个重生仪式之后呢，他是被背进去的，结果他说：“哎，我能走了，他能走了。”而且他说：“我背进去的那个是废我之躯，然后呢，碎掉了，然后现在是一个重生的，我居然能走了，但是没有想到被凶手杀掉了。”有道理。我的点是在于，我觉得甄教授他不管是装瘸也好，还是说教你也好，他其实想让重新这套信仰体系能建立起来，赚钱嘛，然后呢为他所用。但你肯定是那个不想让他再把这套祸害人的东西给建立起来。对，我要不就这么正义凛然呢。然后我们这个房子也有一个带锁的柜子，这还有一个柜子，目前还没有没打开的。下一个是谁？侦探有点冷，就一块儿呗。走，在。我们进去的是鸢尾花公寓，时间是1月12日18:45，出现非正常死亡角色是真邻居，这是真邻居死在自己的房间里，嘴唇发红。哎，他也发红，哎，嘴唇就是说特别鲜红，就是说他也煤气中毒呗？不是，他不是一氧化碳。他手旁边是一个碎掉的上头水瓶，地上是一大滩的那个液体，这感觉好像是爆掉的。不是，他是因为喝上头水是吗？然后中毒，他一摔，还是摔在地上。哦，就是那个底座重，他就立住了，剩下就碎了啊。对，这是他买了7瓶上头水，这儿有6瓶，剩下1瓶是他在手上碎掉的啊。真邻居的一个本儿。每周一会去便利店买上头水，6点10分回家，6点20听歌，这是他每周的这个习惯，他都是固定的。只有周一买上头水吗？对，他只有周一喝，因为只有周一才有这个节目，他要1杯上头水配电台。对，你就可以理解为他每周一晚上就会准时收看《明星大侦探》，可以是。了解了。今天就是周一，也确实已经听了。那儿有手机。6点20开始听这个电台，证明他6点20的时候还活着。你们45的时候进去的，对。他身上有102的钥匙，其实102的那个房门呢是锁的，然后我们是一脚踹开，也是一个密室嘛，就是没人进来。对，哦，他是医药公司的员工，对，医药科的一个工作人员，在他屋里边发现了一个检测毒药的一个仪器，然后我们就开始对全屋的液体进行了一顿检查。第一次检测，我们检测的是那个地上的那一滩液体，我检测了，我们检测的结果是有毒性遇水后会挥发气体。他想做一个很像是那个上头水有毒，
但其实我们后边我们以身试毒，把那几瓶全喝了。祝我们探案成功，然后我们都没事儿。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地上的这滩水里边的毒液是哪儿来的？然后我们就开始疯狂大检查。这就第2次检测到同种毒物。哎，同种毒物，花瓶里的水也有毒。上面有窗子吗？上面有一个钟表。那表上面有没有东西啊？有。钟表。这是空心的，有粉末。有。时针有吗？时针没有。时针有没有毒？无，分针。分针有毒。分针有毒，时针没毒。对，分针的那个针眼里边应该是被灌上了有毒的粉末。妈呀！当他走到20的时候，正好他的角度是对准那个花瓶的。哦，他就会滴那个液。对。哇哦！哇，天哪，这么厉害！好巧妙啊，这个这么复杂呀？我们一开始测了那个地上的水嘛，因为那个水是有毒的。如果它下的是粉末的话，它20的时候会抖一部分到花瓶里，但是也会抖一部分到地上。这个地上的粉末遇到它那个萃了的瓶子之后，也会变成有毒。有可能。哇，这么严谨啊！啊，就是多美诺。但这个就是起码证明了，因为毒是先洒下来之后，他才中毒，然后摔倒，然后那个酒瓶碎在地上。这个其实就解决了密室的问题，凶手利用分针的跳动，他就可以投毒。对哦。那他还不能早下毒，因为那个分针会一直走。对，他必须在酒那儿开始下，在45以后到10之前，对，因为他6点10分回家。哇，这个也太厉害了！然后大的房间啊，请看这个，来磕点糖，这是大的冰箱，上面你看画了一个男孩的那个是馒头跟咸菜，下边是各种肉类鱼啊，这是给新的，给我吃的，这是大自己吃的啊，太甜了吧你们！然后你看，这是他卖出的跟音乐有关的东西，像这样的东西，他卖出了100个以上。在这个末世，你还能把这些东西卖出去，真的不容易。当然卖了，因为没钱了呀。做音乐的所有东西都没了啊。然后家里边有东西是，这有药箱，这得说说。这个才是甜的点，你们都错过了这帮，你们这仨呀不懂，就直接到这儿了，到结果了，着什么急呀？人家说了，你们仨一口气把所有故事都讲了，也不问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仨一直在讲，然后呢？你们仨是回家要接孩子去怎么着？不是。你要是再不这样，一会儿就讲完了。我就说这意思。他也发现了，招啥？你听听我们这故事，我们前面这每一个都是 sugar。招什么？哎，我们太着急讲了，忘了让您发挥了。我没有发挥，我不需要。我们只说那个纱布，那是最磕点。纱布，来看纱布。这些纱布是给谁用的？你们觉得？给你。对，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好，他有时候会发作，但是有时候就是说没有发作，对不对？我在他心中就是个揪，他老抓我，然后一直要抓我，抓得我浑身都是伤。我就是带着这些伤，然后每天就是要给自个儿疗伤用的。异怪只有咬到
才会传染。但是他不管多么就是说丧心病狂的时候，它都不咬你。他只抓我，然后我有时候躲不开了，马上就要咬到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停止。哦，就是干挠不出血。哇，那咱俩这是一种刮痧。那是刮痧很合理耶。对呀、最近身体有点寒啊。他说：“大老师，你一抓，哎呦，宝宝最近有点寒呐，一抓一条痧。那每天他不是医怪，他是我医师，是不是？”但是动人点就是这儿，他已经丧失理智的时候，但是他好像仿佛还认识我一点点。我们知道异怪的这个故事之后，再回头看星星对自己的控制，就会知道有多么的不容易。对啊，大说唱面对这么一个异怪，并没有放弃他。我发誓，一定会让你变回原来的样子。而且最好的磕点就是这对情侣里边，男朋友在女朋友眼里边一定是最香的。有一个机构叫异怪化逆转治疗研究中心，他们治官方不收的高危变异，不想留档案的隐私客户，就是他们治那种特别难治的那种。我托朋友找了一个异化逆转研究中心，他说其实有一种方式，它是能逆转回来的。不管信不信的，不是说真的假的，我也得花钱买啊。但是那它也超级贵，药就是那个异怪的抑制它的药，对，睡前喝，饭后喝，每天喝。所以我才会挂盲鱼，把我东西全卖了，就买这东西。啊，然后这是房屋租赁合同。这儿有一个房屋租赁合同，大说唱。第一个是 W246年7月20日，甲方将自有的102出租给了大说唱，在12月12号又把102租给了真邻居。但是他跟他房东签的时候，他的租金是3888，但是他以2888租给人家，他亏了，就每月自亏1000块。你还贴1000块钱？为啥呀？因为我之前做了一个梦，跟那个彩蝶又出现了。246年4月25日，对，我那个梦里跟102有一点点关系，后来就租了102。后来这个人来了，对不对？我少租了他1天。对，因为我赔太多钱了呀，我就先租出去再说，赔点，因为赶紧拿那个钱去买药。不是，他租给真邻居是有一定的问题的。12月12日的时候，他就开始陆续观察这个真邻居，观察他的生活习惯，他上班，他几点回家，他买山头水。然后你看，就是观测日志，每天几点上班，时间，下班时间，每周一固定7瓶。为什么呀？他转租给了别人之后，他其实这儿有一把备用钥匙，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可以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又没时间做。因为进这个公寓的时候，他门口有一个人脸识别机，人脸识别系统。真早上8点出门，晚上6点10分回来。大说唱是早上10点钟出门，是晚上6点15回来。所以说你回来的时间，其实一定机关早已经做好了，而且真这个时候已经在房间里边，可能就已经开个山头水，然后听听歌，准备已经在那儿准备了。所以说，反而大是没有这个作案时间的，所以把大排了啊。那只剩我了。啊，那肯定是我干的呀。什么？你再说一遍？肯定是我干的吧？
你现在还想保护心是吧？我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不相信啊。那行，那就结束了吧。可是心为什么杀掉真？紧接着进到了房间里的小隔间，是新的房间。新的房间里，遮瑕膏，然后也有香片儿。因为这个世界对那个感染者来说还是没那么友好，然后他就为了保护我，他说你出门一定要做好掩护，身上痕迹该遮的遮一点儿，异怪身上会有一点特殊的味道，你要把那味道遮一下，就是反正要保护好自己。最后一条是吃饱点，不要被别人伤到。就是我看到肉，我还是非常有感觉的，尤其是活的。但是这个点会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完全不受控制，只能每天被关在房间里的。对，那当然，他是可以有自我意识跟出门。所以心也有可能杀掉真。对啊。这是他自己写的小日记。生肉我爱吃，维 C 水我也爱喝。心太喜欢生肉了，我得给我们家心挣钱去。但它看起来更美味。对，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特别好，所以我一直控制，我就是要控制，不能吃你。还给唱歌 skr， 对，还给我买新衣服。你看自己都不怎么换衣服。对，确实我每天吃咸菜嘛。对，我每天吃咸菜。一句我养你的承诺，外星人维 C 水都没他甜。傻瓜，我可是答应了要养你的。哇，那你真的好甜，你比赞助商都甜。还行。他屋里边有一个小笼子，就是小笼子被布置的也很好，里面还是挺温馨的，很温馨。但是笼子上确实有牙印儿啊，然后有一些血迹。是这样的，就是我发作的时候啊，其实我脑子是不清醒的。等我清醒的时候才看到他身上有伤，就等于我挠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不能再挠他了，所以我每天就开始用那个笼子磨我的手呀，磨我的牙呀，磨平一点，就是希望我的手和牙能稍微缓和一点。哦，妈呀，这么甜！哎呦！然后，这个嘻嘻哈哈小彩蝶是，我也梦到了这只蝴蝶。你俩是同一天梦见的？对，246年4月25号。梦完之后，我就觉得，哎，这生活太美好了。247年1月12日，然后欣欣跟妈妈打电话。手机。妈妈，聊了那么久，妈最希望的是你们俩好好的。247跟哪年？跟1月12日，就是案发当天。今天案发的时间6点15到6点35之间，他一直在跟他妈妈打电话，而且是刚才和你们俩聊了这么久啊。这个视频里边有他们俩时间线。但他其实是6点15，6点15之前是可以下毒的。下一个我们就进入王朝玉。死者他叫真卡拉密，当前的时间是1020年9月1日中午11点。这是死者当时的状态，胸前有一滩血迹，翻过来之后发现是一个贯穿伤。然后他的身体里面穿的这个叫穿身甲。哎，咋了？我缝了东西，缝了字儿。哎，
翻身甲啊，这应该感觉像是被什么一枪毙命的，起码是一个子弹。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应该还没有这个枪啊这些东西。对，因为现在这个环境下，其实产生了很多 bug 了。对，这是真的卡 bug 了，对。但是这个尸体并不是一开始就躺在这儿的啊。望潮屿各处设有巡逻点，船只每日22点从起点码头出发，到达终点码头返回。然后本周巡逻记录，本周巡逻的记录：周一22点出发，22点40到达终点码头，23点回到起点码头。对。这都是每天都一切正常，不重要。周三啊，22点出发，发现海中一具尸体，已安排人手打捞，后确定死者为真卡拉米。对，然后回来的时间也是正常。22点40到达码头，对。也就是说他死亡的时间其实是在这之前。对，22点之前嘛，22点的时候是刚好飘到了起点码头。一会儿就会计算一下是从半路上的哪一个点被抛尸的。一道数学题，对，一个洋流的数学题。你算，你不是数学老师吗？数学老师算一下，请算。然后本周巡逻记录，就说明1600米去需要40分钟，回来只需要20分钟，说明洋流是从这儿往这儿飘。计算一下这个洋流，然后船开的速度是，你那就是 x y 两个一射，然后倒着过去就是40，正着过来就是80嘛。x 就等于60 ，y 就等于20，水流速度相约20米每分钟，然后船开速度就是60米每分钟。尸体是被人扔进了海里，随着洋流进行了漂流，飘到了起点码头。那尸体到底是从和服飘过来的，一共就2个点还是从就蓉这儿飘过来的？然后呢，那他22点的时候是刚好飘到了起点码头，然后所以说就相当于他往前推30分钟是他的死亡时间，还是50分钟的死亡时间？啊，行。任命书。小美，海珠路制造局，然后我本来是里面的一个员工，但是呢，我通过发明了一些技术，就使这个海珠路的生产的质量会更好，然后产量优化了生产线。对，然后我就被任命为了这个管理人。你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叫高温烘焙嘛。对。然后它这里是有一个高温的火炉，既可高温火焙食物，亦可高温锻造兵器。其实也说了，荣小美她把海珠路的改良方式就是高温火焙嘛。对，锻造兵器也是在这儿的吗？我觉得带着温度的武器，能加热冷兵器吗？对。然后该核扫标。这是我们家有很多的产业，在这个岛上，甚至我们家旁边还有自家的铁铺，所以它可以打一些工具，也可以打一些兵器。和服锻造都是他们家做的。但这些武器并不是真正导致这个真卡拉密死亡的，因为上面没有血迹，然后也没有任何。然后屋里边发现了一个绣着绒字的绣球，这有一个盒。哎呦，上面有个小花蝴蝶，这是一个绒，写绒，这是他投给我的绣球。哎呦，对，他把这个装在盒子里，其实想告诉你，绒是逆跌。不是这个碟是我贴上去的，你贴。是今年的4月25号，我梦见了这个彩碟。
我梦见蝴蝶之前，我就是无意当中在我们家的后院看到一个绝色的女孩，我马上就喜欢了，我就开始展开了疯狂的攻势。就她不理我，我就说怎么可能这个世界上会有人拒绝我？为什么？后来发现她在跟我的侍卫好，我就更疯了。我说这。他对小帅就是各种刁难，我就让小帅去扫厕所，然后动不动就约他跟他比武，但是他不准还手。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彩蝶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努力的方向，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望潮峪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地方建设得更好？还是个励志点。然后侦探，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也在4月25号梦到蝶了，做了一个梦，彩蝶，对，梦到了彩蝶。我梦到了彩蝶以后，我就觉得说我不应该分心，应该把我自己的精力拉回来，还是用在我想把海珠路做得越来越好。对，我有一个转变，事业心变得更强，对，事业心变强了。然后我后面还去找荣一起商量很多我们的这个后面的一些发展大计，我们的宏图伟业，对，宏图伟业，对。我跟荣，你俩变好了，好了。我跟荣的关系对不对？对，我们俩好，跟这个蝶的出现有关系。Yes，OK。就是这是小美家，在这儿挂了件衣服啊。这是谁的衣服？我的。哦。合的一件外套在小美家的浴盆里。浴盆。哎呦天哪！你的衣服为什么挂在别人家的浴？这不是喜闻乐见的吗？什么喜闻？是这样子的，有一天晚上呢，我就是8月15号要去泡澡，晚上。越泡呢，我就觉得身体就越来越就很奇怪。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身体很奇怪，你还不如说明白。奇怪，很奇怪。在这个时候呢，就突然就冲进来一个男生，贾小帅，贾小帅呢就可能想对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呢，我就在反抗的时候，快要不行的时候，何进来了。然后他保护了我，他把一脚踹飞了贾小帅。对，没明白，当时你光着呢？没有光着，衣衫半退。谁？你衣衫半退？我干嘛衣衫半退去救他？衣衫半退，说我来救你。我一踢开那个甲，我就发现这屋的空气不对，它让人非常的上头，我就觉得你也上头了，我就觉得浑身发烫，然后我就马上冲到海边，用那个海水不停的浇湿自己，不停的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我再跑回去看荣怎么样了，然后呢，还是没冷静下来。他就一把把我抓住，把我推到了那个桌子上，压着我，然后他身上就像那个炭一样滚烫的，然后他说我好热，我需要冷兵器，我就把荣抱起来放到了浴桶里面，我就从外面再拿那个海水进来往他身上浇，一趟一趟的帮他降温，对，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可以在你不清醒的时候做任何事情。然后呢，因为他很痛苦，他就一直在抓我，所以把我的衣服就抓坏了。我觉得他很君子，对，一下子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男生很适合托付终身。贾小帅的房间发现了这个锁起来的迷情合欢伞，我一定要得到你啊！就迷情合欢伞。你们就是中了这个迷情合欢伞我一定要得到你，给你下了药。贾小帅只是单纯的禽兽啊。这个是在荣的房间发现的。这密信看了吗？没看。经查证，你是荣大美的女儿，应该就是荣小美乃当今皇上的公主。她是相当于是荣大美跟皇帝的在民间的孩子。然后我特奉皇上之命前来接你回宫，
此时已在路上，望公主尽快处理完望朝玉相关事宜，跟我回宫。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爸爸。然后在我妈妈临死之前呢，他就跟我说，其实我是他和皇上生的孩子，但是他选择自由就跑出来了。然后我身上还有父亲的送给你的信物，我还有一个信物，就是这个是可以作为我的身份的一个龙牌，龙的一个玉牌。哦，我妈妈给我的。你挂在这么显眼的位置。每天告诉大家是龙的传人，对，我是随身又低调又显赫。我是随身带着的，直到后来我突然收到了一封这个信，我就知道我的身份被人知道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密信是谁写的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肯定是宫里的人。这还有一个小香囊，是东厂特供。东厂的人怎么会到这边？就是后来呢，从芒津就来了一个叫真卡拉米的这么一个人。他呢就是说他要到制造局来采购海珠露，然后呢就一来二往的，我觉得就是他可能知道了我的身份吧。他一定知道你的身份。有一天晚上8月30日晚上，他来刺杀我小美啊！刺杀我的时候呢，就掉了一个这个东西。哎，最重要的那个环节怎么没有说？哪个？他刺杀你啊？对，他刺杀我，我就在又快不行了的时候呢，哎，又给你救了。对，怎么叫又不行了？他为什么后来不愿意回京？是因为他希望跟我一起把望朝玉给弄好。所以呢，其实我那天晚上是想把白天还没有跟他商量完的关于海珠露的这个制造局的事情要跟他商讨。结果进的时候就看见有人在刺杀他，我就把那个人给打跑了。哇，这么厉害，东厂的都可以打。让他回宫的人跟要刺杀是两个人，两波，因为现在其实是有宫里来了两拨人，对。这个是解释谁刺杀他的是什么势力？这是真卡密的吧？对。这有个本儿。皇上对容大美念念不忘，就是容小美的妈妈。虽然容大美病逝，但皇上意欲接他们的女儿回宫。皇后得知后心生嫉妒，告知我可通过龙纹玉佩，然后辨认公主身份，命我尽快找到公主，就将她就地诛杀。真卡拉米证明真卡拉米是皇后派的。真其实当时来接近我的时候，他并不是来采购的，对，其实就来调查身份的。可能他无意当中看到了我的玉佩，确定了我的身份，所以来刺杀我。哦，这个我翻到过，我去看到过。我说你早上你就把真约过去跟他聊海珠露的买卖，我就前去了真的住处，所以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两个其实有想商量要杀掉真保护他，但是因为24小时的记忆没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或者我们俩是谁做的。对 ，OK。这个里边是每日的工作记录，这里头不会是个人吧？每日工作记录。9点30陪同容小美巡视海珠露各原材料供应点，20点半巡查结束，各自回家。小美跟女工一起巡视了。晚上10点，他9点半结束，刚好呀。9点半结束吗？正好。9点半结束，马上去抛尸，那就刚好卡死了。但是卡的是不是太死？太死。那接下来谁去了沙漠？来吧，废土节拍。废土节拍。检测到黄金沙漠默木之声演出现场的房车内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的角色，是真贝斯。贝斯死了。2066年的12月1号的下午14点25分，这是进去的时间。接下来就是这个房车了。黑胶
哦，烧死了，是一个爆炸，是什么音响炸了还是贝斯炸了？不是音响，不是音响。那黑的是做那个桶炸了。对，我们在房车的下面，我们碰到了那个乌米。乌米。好，我们听一下这个啊。演出前1小时，现场排爆检查，房车排爆于13点50分结束，14点20分，一人进入房车，随后发生爆炸。我进去灭了火，发现一具尸体，此后无人进入。就是所有的演出都要看有没有爆炸的危险，他要防爆检查。就是在这之前，房车里是没有任何易燃易爆的东西的。14点20分有人进入，就是他进去了，就爆炸了。后面就再也没有人进入了。哦。这个地上呢，这就是打火机。哦，烟灰。这是一个铁质的垃圾筐，炸烂了。但是它这个炸烂的那个方向，是不是说明的爆炸物其实在垃圾桶里面呢？好厉害，是的。这个请注意，我们管这个叫什么筐，对不对？那我们管这个叫什么篓，对不对？啊，请注意，这个篓子是钉在墙上的啊，请注意。然后在这个房车非常醒目的地方有一个标识，温馨提醒：香烟入筐，垃圾入篓。这被改过了。对，这个筐和篓一看就是被换了。哦，应该是香烟入篓，垃圾入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才何讲的，篓是固定的。因为它必须要让这个烟头啊、烟灰啊弄到这里面才能炸，但是呢，因为这个篓啊是钉死在墙上的，而筐呢是可以动的，所以它一定要让它把这个烟灰、烟火这些东西往这里面扔。有爆炸物的垃圾桶。你说他有素质吧，也挺有素质的，就是墙上标语怎么写，他的烟灰就一定要往哪儿弹。不，这是跟他后面的一个轨迹有关系。OK， 好。浩涛，他这里有个手机哦。不重要的医生在266年的11月30号告诉他的说，上次检测报告出来了，还是那句话，少抽点，就是医生让针少抽点烟。然后真说没办法呀，上场前不整2根，我这状态燃不起来。就是他有上台前抽烟的习惯，而这个呢，他身边熟悉的人可能会知道。等于他自个儿抽烟一点火给自个儿炸了。对对对。请注意这个，驻唱没合上拍得加练，有约会，台上买票不是来看我划水的。队长是干什么的？就是盯着你们练的。鼓手你陪，我要处理乐队事务，晚上我谈业务，你们俩练，还练啊？我的家都要散了。新歌多练，发疯拿手都练。你那唱功你自己没点数？张鼓手说你呢？我不用练，我负责管你们练。这几个时间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10月1号、10月20号、11月28号。就是贝斯聊天很遭恨。贝斯是你们的队长对不对？他是队长。那他是很卷的，确实是啊，而且他其实主要也大部分的创作是他他做的，然后业务也是他弹的啊，然后你们就在这划着。没有，那个就是驻唱是比较摆的一个人，比较快乐的一个人啊。哦，这驻唱有点拉胯，就这意思。他也不拉胯，他挺努力的，就是他就是没那么卷啊。对，因为驻唱有他别的要忙的事情。哦。接下来到了火焰战车。这个呢就是他们的海报，这位就是已经在刚才爆炸当中死了的真贝斯，这就是朱畅，长发，请注意，就是长狼尾。然后这个非常帅气的告诉他这什么名字？张鼓手。
你这烟熏妆，啊，这眉毛画的太挑了。哇，他们要在今天的14点30分，在这个火焰镇要进行巡演，但是14点20的时候，真进入到了房车，然后就炸死了。然后你看上面，今天的气温高达55度，今天气温高达55度，当事人告诉了我们啊。这个是指向了真和张的一些矛盾。外面夸你几句，真当自己是腕儿了。我没啊，别装傻。传言是你放出去的吗？不利于团结的话我不说。你鼓槌一抡，底下全在喊你的名字，我在旁边弹贝斯，弹给谁听啊？无言以对。那不然呢？11月30号，哎，昨天记者问你最喜欢乐队里谁的创作，你怎么回答的呀？我说的是真贝斯写的呀。你全程用脸在说，其实我也会写，他不让。你别背着我搞那些小动作，否则。请问您最喜欢乐队里面谁的创作？这真没得想，这真没得想。怎么了？肾疼啊？这是他俩的矛盾就出来，所以你其实看不太上他是吗？也没有看不上，就是确实他是管我们很多，但是他那个很嫉妒心很重的人。哦，他就是掌控欲也很强，然后因为我们有名气之后，其实大家都会有人气嘛，包括主创其实也会有人喜欢他的，然后里边其实确实也有一些创作是我负责的，然后但是他对外说就全是他写的，明白啊，然后包括我们有人支持之后，他就会很那个，他就觉得你喜欢你的人比喜欢他人多啊，就是对，然后他越是这种掌控欲呢，他就很敏感，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可能就外边有一些传言啊，就说我才是这个乐队的灵魂啊，包括最近有人要来拍我的纪录片，所以这个其实会加重真贝斯对我的敌意。他嫉妒你了，是吧？嗯。这是一个相册，这是张的包哎。和一个画框，哎，它是有光的画框。平时不开灯的时候，你只会看到这幅画嘛。但你开了灯，这个字儿就出来了。一股冲动占据了我。4月25号，你出现在我的梦里。就是4月25号，你出现在我梦里，一股冲动占据了我。一股冲动，请注意什么出现在梦里？来，这里朋友们。蝴蝶、彩蝶，有一只彩蝶，在他的，你也梦见了哈？对，就是在266年的1月，我就遇到了好鼓手。那个时候的我，单纯的是帮他搬运东西的，就是他的助手。哦，我很羡慕他，或者说看他的那个样子，就是很享受音乐里面，就是我是能看到光芒的。但是在4月25号之前，我并没有要自己当鼓手的冲动。就4月25号。因为做了这个，因为梦里出现了彩蝶啊，我决定我要拥有自己的自由，然后我要自己作为一个鼓手。哦，抓马的来了。对。哎，你看这个包多可爱。里面有东西吗？有哎。有哎。啊，这个是谁？告诉我。那个长头发的那个主唱。对。这里是一个波浪卷长发的女生，她们在恋爱，背面写着365天还没腻，继续。记不记得那个朱唱说他要去谈恋爱，说不想练有约会，对不对？然后来喽。哎，找到了。一些照片。就是当天10月1号，朱唱说他要有约会，可是这一天你看谁牵着这女孩的手？这种圆形的有点外翻翘的一个卷发是真贝斯。都是真哦。哎呀，吃了队友的瓜了。然后10月20号，就是他说我不练家都要散了，对。然后在11月28号的时候吃浪漫的晚餐了，而且真贝斯还说你们练，我管你们练，对，我只管你们练。就是他让他练，他让他们去练，他是跟媳妇儿约会啊。这显然是别人拍的嘛。这些照片的背后，特别是到了11月28号，这个背后还写了“狗急了会咬人，我急了会要命”。这是朱唱写的吧？对，这肯定是朱唱发现这些事儿了。
这太狠了，这个。哎呀呀呀！哎呀呀！大哥，你玩摇滚，玩它有啥用啊？这就厉害了。我们荣啊，徒手拆了音箱。这个音响为什么它翻过来了呀？哎，它是可以打开的。对。嚯，这是个厉害呀！哎呀，这是个什么？超强力磁铁。就是其实音箱里面本身就有这个装置，但是呢，就是它那个我很容易就拆下来了，就证明其实是有人已经被拆过了，凶手已经做过了，所以他就是把这个强力磁铁拆下来，用在了他的这个作案的方式里面。磁铁，对，强力磁铁。磁铁跟爆炸会有什么关系？那你们还原出来他是怎么作案的？大概是还原出来了。它整个房车是一个封闭的，就全是大的玻璃窗什么的，但是它有个小的可以开的小气窗，但这个气窗人钻不进去，它可以利用这个小窗口，对不对？对，它一定是利用了。哎呀，这个气窗它是从外面可以打开的，然后呢，这个房车的车体比较薄，对，是铁的，对，哦。可以吸住吗？这个可以吸哎，它可以用那个磁铁，可以有一些动作，可以操作。请各位注意，如果原来香烟扔到篓里面的话，那个篓是固定的，它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手脚。但是呢，它如果是扔到筐里面，它可以用吸铁石吸它。它用吸铁石，就是能吸起来。它可以用吸铁石在外面控制筐，它把它挪到上面之后，它可以从那个窗口扔东西，扔到这个筐里，再把它挪回来，放到原地。移动它从外边吸。对，哇，这个还蛮高级的。因为它在13:50排爆结束之后，就没有人进入那个空间了，而13:50之前，它又不能放任何易燃的东西，因为要排爆。所以呢，他要在排爆结束之后，通过这样一个机关，把一些易燃的东西扔到这个筐里面，然后再由真不小心抽烟，然后再引爆，是这么一个。你说真还挺有素质。对，关键他是天天在这儿啊，他不是天天，是音乐节今天为你们提供的一个房车，所以呢，他利用这个来做了这个手法。好，说完了。满天你也不用你杀呀？那不主唱杀吗？是吧？我跟他也有矛盾啊，可是你的矛盾太小了。现在我觉得大家的故事啊，都只讲了一半。对，是因为大家可能有一部分真的失忆了，所以我觉得还有线索我们没有搜索出来。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疑点就是那个蝴蝶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蝴蝶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变量，就是当大家有一个计划或者目标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蝴蝶，大家就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或者改变了一直以来的人生的一个轨迹，而且是往改变的是往上走的，是吧？基本都是，也不一定，就让你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你的是燃起了梦想，鼓手的梦。我把剑掰断了。他说受到了感召，去到了邙山，而他们是好好生活。对，好好生活。我梦见蝴蝶之前不学无术，但是呢，4月25号之后呢，我就爱上他了，我事业心变强了，都是向上。我之前做了一个梦，梦出现了彩蝶，做了一个梦。柜子里有很多稀土瓦。哦，那就是这个。迷情合欢伞，每个场景都有不属于这个空间的东西。啊，我明白了，他会利用上一个世界的物件方案。
抹除自己的虚拟肉身，进入到世界，这费尽心机困住勋，哎，刚才没说这事儿啊。然后选角色。此刻他的意识沉睡在某个角色身上，我们得想办法找出来这个人。不，别喽！昨晚结束，马上去抛尸。那我的时间是根本来不及的，就完全就把你排了吗？走不了我这儿啊，肯定偏向于河多一点。对，不，我这条走不通。那没有其他可能了。另一个世界也出现了一名非 M 的凶手。啊，非 M， 又出现了一个非 M 的凶手。世界本浑浊，醉与爱同歌，人人有话说，你们呢？美丽的花。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看大侦探，追剧情，玩百变大侦探更上瘾。本节目由剧本杀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小不米让爱与科技一同成长。本节目由松岩动力赞助播出。上小芒搜真小宝，进入专题页 ，get 同款娃娃。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大侦探11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途家 YY 直播、映客直播，讯飞输入法长藤密室、长藤鬼笑、异次元密室。